们在处理 sequential data 的时候，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叫做 Markov chain 跟 Hidden Markov model。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探讨如何用 Markov chain 跟 Hidden Markov model 解决 real world 的 application。我们设想走进一家赌场，可能不是一般老实的赌场，它可能会耍老千。那它会三不五时的用一些公平的骰子，或有一个不是那么公平的骰子，在赌局当中随意的替换或不恰当的利润。我们要如何从可以观察的1到6的这些所组成的 sequence 看出来赌场是不是有在耍老千？那么希望能够回答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呢，能够判断说这个 sequence 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有耍老千的骰子哈？那第二个问题是说，给一个很长的 sequence， 我们能够从当中找出来某几个小的片段，它是来自于不正常的骰子。那我们希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另外一个例子是偏向 IoT 的应用。假设我们身上装了一些 sensor 哈，我们透过这些 sensor 能够辨别装 sensor 的人他是在做什么样的活动。那这样子的这个 detection 有些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活动的辨识，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说我们 daily 的 activity 它是如何的。可以问类似的2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说，我给了一些 sensory 的 data， 我来辨识说这个人是在走路呢，或者在跑步，或者是在开车。我们想象就是 sensor 它可能会记录下说，我们譬如说6轴各式各样的加速或者 gyro sensor 这些 information 哈，那来看出来说，如果速度很快，当然我们一般来说它可能是在跑步或者在 driving 哈，但是有些时候 sensor 它并不是那么正确。好，这时候观察到的 sensory data 在从事哪一个活动？那一样我们可以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们就是能够看出来这一个人他一天有跑多少步，换算说他的这个活动量有多少，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给一个很短的 sequence 哈，它到底是不是在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给一个比较长的这个 sequence 哈，那当中可能某一个小小的段落哈，它是属于 running activity 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辨识出来哈。那简单的说呢哈，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 Markov chain 来解决它，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要用 Hidden Markov model 的这样子的模型来解决它。好，那我们讲 Markov chain 哈，简单的说 Markov chain 就是给一连串的 observation 哈，譬如说 x1、x2 一直到 x capital T， 那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也好哈，那这些 xt 是来自于哈 S1、S2 一直到 SK 哈，这 K 个当中 state 当中的一个哈，那所组成。那这一连串的 x1 到 x capital T 哈，我们叫做一个 stochastic process 或者 random process 哈，就随机过程。一般我们随机过程用来描述一连串的随机变数哈，我们整体来看看它有一些什么共同的 behavior 哈。那我们要整体来看，一般来说我们就会去计算哈它的 joint probability P of x1 up to P of capital T 哈。那我们来计算 joint probability 哈，一般来说计算这个大的 joint probability 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哈。后我们看这个圈弱告诉我们说x1 到 x capital T 好展开来好，它有很多项 P of x1、P of x2 conditional x1 etc. 到最后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dition 哈 P of xt conditional P of x1 up to P of xt minus 1哈，那这个大项啊，其实一般来说是非常难估计的哈。我们这边假设好这些 random variable 它都 take 2个 state 好，譬如说以刚刚的这个跑步的例子呢，它可能 sensor 告诉我们的它是比较高的数值或者比较低的数值，这样2个 state 好，这样很简单的状况哈。那依照这种 binary 很简单的情形呢，那我们说我们要估计这个x capital T 好 condition on x1 到 xt minus 1好，这样子的右边的这个 condition 哈，它就会需要考虑2 to the power of t minus 1那么多个不同的可能性。那么多个不同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可能的是好，我们在 raw data 这 input data 里面并没有看到 combinations，
那这时候呢，我要估计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处理这样子的joint probability 的估计会有很大的麻烦哈。那 Markov chain 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也是好像有点强的假设哈。这个假设 formulation 来说明哈，就是 xt plus 1 conditional x1 up to xt 哈，那么多的前面的因素呢，其实只要浓缩成 xt， 你只要告诉我 xt， 我就可以用来估计 xt plus 1的这样子的 distribution， 这样子就是一个 Markov chain 的假设。那依照这个 Markov chain 的假设呢，那我们写出来的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就是相当的简洁哈。那当然，第一步我们要知道 x1 哈，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prior knowledge 哈。第一步 p of x1 再乘以一连串的这些 product， 我们就可以得知说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的 distribution。那一般我们说，如果以图形化的方式来表达 Markov chain 的话，有如下的两种这个表达方式哈。那上面的这种表达方式 probabilistic graphical model 是图形化模型的这种表达方式哈。这边的表达方式呢，你也可以看出来 x1 x2 一直到 x capital T 哈，每一个 random variable 我们都用一个 node 来代表哈。那这些 random variable 之间呢，它有一些 link， 这个 link 代表说这两个 random variable 哈，它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哈。那间接关系不用全部画出来，我们只要画直接的关系就可以了。那这是第一种 Markov chain 的表达方式。好，那第二种表达方式呢是我们 focus 在 random variable 所代表的 state 哈。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可能是 k 个 state 哈，或者是2个 state 哈。那这边的例子是说，如果有3个 state 哈，那它描述的这些 xi 好到xt 到 xt plus 1哈，它可能是譬如说从 s1 走到 s2， 那也可能 s1 走到 s1 itself 哈，或者那从 x2 开始呢，可能走到 s2， 也可能走到 s3， 那 s3 的话一定会走到 s1 哈，这样子的 transition 可能会发生在这些 random variable 的变化当中。譬如说我们会说 x1 它是 s1 哈。那 x2 它可能是 s1， 也可能是 s2， 以此类推哈。那它就是说，这些 random variable 会按照着 state 的这个 transition diagram 哈，来走到下一步哈。那这两种表达方式当然都可以表达 Markov chain， 可是它 focus 的部分不一样哈。第一个 graphical model 的这种表达方式呢，其实它在 focus 说这些不同的 random variable 之间它有的什么样的关系，它有直接的关系还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哈。那第二种的这些下面的这种表达方式，它是在强调说 state 之间的 transition 啊。通常我们用下面这种的 state transition 的方式来表达，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些 state transition 呢，其实随着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用一个这样子的 state diagram 来描述就很足够哈。这有点像是我们在以前学过的一些 finite state machine 哈，只不过这边 finite state machine 里面哈，我们会有几率放在这边哈，就是说这些 between different states 之间哈，我们会有 probability assign 在上面。我们可以用一个transition probability 来描述不同 state 之间转换的关系哈。那这边就是一个transition matrix A 哈，在 A 里面呢，它描述了从 k 个 state 到其他的 state 所代表的几率哈，所以说当中的 aij 代表的是说我们这个 moment 哈，我们在 state i 好，那下一个 moment 跑到 state j 它的几率是多少哈？那然后一般来说呢，我们的 row 每一个 row 第一个 row 第二个 row 第三个 row 哈，一直到第 k 个 row 代表的就是从k 个 state 当中的哪一个 state 出发好，那走到其他的 state 呢，就是用 column 来代表好。所以我们一般的约定俗成的方式是这样子来描述它这些 state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哈。那用这样方式来描述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transition probability 这个每一个 row 哈，每一个 row 它的 summation 应该是 1， 就是说它的所有的几率总和从一个 state 出发跑到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 state 哈，它的几率加起来是唯一的。好，那given这些 state transition probability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来计算 Markov chain 哈，或者说一个given的 observed sequence
好，它所代表的几率到底是如何计算呢？那很简单 ，given 的 sequence 是 x， 好，那 p of x 呢，就是会计算成一连串的 product， 好，这是 Markov 圈的假设。那这些一连串的 product， 好，就是的几率，哈，就是我们用 p of xt conditional xt minus 1， 哈，那它会看p of xt minus 1， 它是在哪一个 state， 哈，譬如说它是在 xt minus 1这个 state， 哈，那走到 xt 这个 state， 哈。那它的几率是如何？那我们就直接去看这个transition matrix， 我们就可以查到相关的几率，然后把它这都乘起来哈，就得到我的这个 sequence 的几率。那如刚刚所说的哈，就是说我们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里面哈，每一列哈加起来是唯一的哈。这是一个它很重要的性质哈。那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还有一个有趣的性质是说哈，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可以乘很多次哈，像 a to the power of alpha 乘 alpha 次，好，或者说 alpha 减1次那么多次，那它其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几率的意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一个state 出发哈，经过了几步之后哈，或者说经过了 alpha 步之后呢，它应该走到哪里哈？那这时候我们说是用 a 的 power of alpha 这样的 matrix 好来代表，这个是一个 transition matrix 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性质。我们这边就想象这个例子哈，我们这边有2个 table 哈，左边 table 就是代表 R 就是 running 的状态之下哈，那它所测录到的各式各样的这些几率哈，就是不管是说从 slow 到 slow 哈 ，slow 到 medium 或 slow 到 fast 这样子不同的可能性哈，不同的几率哈，或者是说 medium to slow 啊 ，medium to medium to fast， 以此类推哈。那在 non-running 的这个状态之下哈，我也可以测录到这9种不同的几率哈。那值得说明的是说哈，我今天如果观察到一个 fs 哈这样子很短的这个sequence 哈，就是说第一个 moment 哈它是很快的移动哈，那第二个 moment 是一个很慢的移动哈。那这时候呢，我说它到底是不是属于一个 running 的 sequence 哈？我们的计算是如下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 fs 在左边这个 running case 对应到的几率，它是 0.1， 好，在右边 non-running 的这个 case 对应的 fs 的几率是 0.4， 它代表的意思是说哈，在 non-running 的 case 哈，它可能譬如说是在开车的情形哈，开车情形有时候塞车，那然后忽快忽慢的，所以你会测录到很多忽快忽慢的 sensory data 哈。但是跑步的时候呢，你刚跑完可能不会立刻的停下来，你可能会走个一阵子，慢慢让身体舒缓下来哈。所以我们说在跑步的时候可能不会那么快的 down to slow 的这个 state 哈。那以这个假设来说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unning 的 case 哈 ，fs 的观察到这 fs 的这个可能性很低哈。那在 not running 的 case 呢，观察到 fs 的这个几率很高哈。那依照这样子的观察哈，这个观察当然都是可以得到相关的这个几率的计算哈。那几率的计算就是如上面所述的哈，就是说我们要计算从 s 到 t 的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就直接看 s 到各式各样的 state t prime 这个数量当分母哈 ，s 到 t 的数量哈当分子哈，这样子相除的结果呢，我就可以用来当成 s 到 t 的这个几率哈。这样的 transition 的几率的计算呢，相当符合直觉。其实背后呢，它有一个 maximum likelihood principle 这样子的含义在这边。好，那依照这样的计算之后，假设我们就得到这2个 table 哈。那这2个 table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际的 data 给出来这个 fs 的这个 short sequence 啊。那根据这个 short sequence 呢，我来看看说它到底是属于 running case 还是 not running case 呢哈。那我们的计算方式是这样子哈，我来算一个是 s of x 哈。它今天就来比较说，今天如果是 running 的 model 哈，它产出 x 的几率跟 not running 的 case 哈，产出来 x 的几率或我们说 likelihood 哈，这2个相除，我来看看是说它是大于1或者是小于1。那今天我如果取 log 之后呢，它可能就变成是大于0或者小于0。好，
那取 log 之后，我们说就是相乘就变成相加，相除就变成相减哈。那这样我们套在这边的计算上怎么来做呢？记得我们在 running case 哈，产出这些 p of x 的这个几率，其实就是一连串的这些 transition probability 相乘哈。那如果 take log 之后就变成相加哈。那 running 也是这样的情形哈。那这时候最后我们要做的计算其实很简单哈。以这边这个 fs 这个例子呢。fs 所代表的 transition 在 running case 它的几率是0.1好，但那 running case 它的几率是0.4好，那相除的结果就是1/4，我取 log 之后是小于0好，所以这代表这个 fs 它其实属于 not running 的这个的情形。好，那我们说这个 Markov chain 其实运作起来其实相当简单，计算也是相当简单哈。不过大家其实要小心的是说我们在这边的计算是取 log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因为几率相乘常常都是很多小于0的小于1的这个几率乘在一起，很容易变得很接近0那这时候我如果不 take log 的话，很容易乘起来变得很接近0，所谓叫做 underflow 那这样的 underflow 的情形会造成很多计算上的困扰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取 log 以后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们讲完 Markov chain 的时候我们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来看看一个 given 的这个 observed sequence 它其实有可能是在 running case 有可能是 not running case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判断说，譬如说我现在我给的不是一个很短的 sequence， 是一个很长的很长的 sequence 那这个很长的 sequence 当中一定是某些段落可能是属于 running 的，某些段落是属于 not running 的。那我有没有办法自动的去把这些 running 的这个state 把它抓出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借助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那我们的概念是说，我们想象就是用右边这个图我们可以描述各种不同的就是running 它可能产生是 fast slow 或者是 medium 这样子的不同的这样子的情形。那 not running 也是可能会产生 fast 或 slow 或 medium 不同的这些情形这些不同的这些state 之间都可能会互相的转换那我们刚刚其实考虑的说穿了，就只有很简单的在这个 running case 里面3个 state 互相之间的 transition， 或者是说在 not running case 之间不同的这 state 之间的 transition。但是呢，我们忽略掉的就是说，在一个很长的这个sequence 里面呢，它可能会有说从这个running case 跑到 not running case， 或 not running case 跑到 running case 这时候这样 transition 也必须要考虑在里面那考虑在里面的话，我们就要借助 hidden Markov model 来协助我们做相关的计算简单的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 sequence 它到底是属于 running case 或者 not running case， 其实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一般叫做 hidden 的这样 information。这 hidden information 如果是我们在乎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希望问这个问题，这个人他是不是属在某个时间 moment 他是属于running 还是 not running 的 state 那我们希望找到这样子的 information， 意思就是说希望找到这样子的 state， 可是偏偏这 state 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谓的这叫做 hidden state 那找到这些 hidden state 其实就是 hidden Markov model 可以帮助我们的部分。谢谢各位。